老婆，老婆，老婆，你知道我是爱你。老五。啊！别紧张，充其量你这位算个失手。从现在开始，听你安排。我忍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忍受不了了，这些都是他打的，我真的是忍受不了了，是我杀了那个畜生，是我杀的，法官。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我才不要给你生儿子！我不要给你生儿子！我永远都不要见到你！走开！我再也不要见到你！被告人林宇，刘凯死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后来，王贵就让齐文静跟他一起偷渡去外国。这下好了，我们都杀人了，那我们就是好朋友，对不对？哦，也不是，我们没杀人，那几个朋友是自己不小心掉到海里去。是不是？放心，等仙岛接我们的快艇，估计已经到了。等躲过这顿风头，再回中国。到时候，如果你要是想女儿的话，那我们再去看她，好不好？不知道我那船现在开到哪儿了。哎，你替我啊，盯着这两个啊，他们要是敢轻举妄动，你就大声的喊叫，我听见就会赶过来。明白了？啊。不许乱来，别惹我生气。我要生气，是会干坏事的。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看看小朋友。小朋友，我们这是在哪儿啊？啊？我告诉你啊，接我的船4个小时以后就派。到时候你不把我送到那地方，我把你喂鱼。
跟我对着干，没有好下场，听明白了吗？大点声，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被告人林宇，你当时知道你们在哪里吗？海上既没有参照物，又没有卫星定位，我不可能知道的。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接下来我就一直在船舱里，直到祁文静进来找王贵。而下面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直到后来又杀了人，我才看到。被告人祁文静，你当时在船舱里吗？在。你在船舱里看到了什么？后来，你女儿叫什么呀？哎，不是我，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他女儿叫什么？你得为你女儿想想。我女儿叫苗苗，我女儿好可爱的，特别的漂亮，学习又特别好，她还是少先队员，真的特别的可爱。好，你想不想见你女儿？想，我们就想办法回去。你有什么办法呀？那个大学生不是会开船吗？只要控制住那个劫匪，我们就能回去。要我说，还是算了吧，说不定到了登仙岛，他就把我们给放了。你都活那么大了，怎么还那么幼稚啊？他杀人不眨眼，会留下几个活口吗？可是我杀人了。你放心，你杀人的事儿我们谁也不说，打死也不说，警察只会觉得是那个劫匪干的。我都想好了，这样，等会儿我拿胡白的照相机拍下王贵的犯罪现场作为物证，然后把照相机放在船舱边的隐蔽处，然后把录像功能打开，作为录像证据。然后祁文静，你上去跟王贵说，就说郑铎和胡白打起来了，让他去看看。等他走到楼梯处，我就伏击他，至少让他失去行动能力吧。我这算见义勇为，不算犯法啊。只要把他控制住，就可以让林宇把船开回去。你们的计划成功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郑铎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把照相机的拍摄装置灯和声音给关掉。他们为什么打架呀？谁不知道？计划失败了啊！你拿着保护自己。哎，不，小子，你偷拍我！我没有。都跟你说过了，别跟我耍花样，否则我会生气的。
我生气后果很严重，很严重的意思就是您必须得死。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别过来！你别过来！找死！你给我把他扔海里去！被告人林宇，你是什么时候下到船舱门口的？我是听到下面有动静，我就悄悄地下来了，所以我才看到了胡白被杀的全过程。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小朋友，开船去。小兄弟，什么时候靠岸？啊？说好，你会开船，认识水路，为什么骗我？没想死吧你？我没骗你啊！我还想跑！我他妈弄死他你！我！我想起来了，我好久见一个儿子。我找死你！我的钱，全都是我的钱。你真骗我！明明说好了一起走，可是你把儿子给我藏起来了，骗子！钱！兄弟，别害怕，马上就要到了啊！站住！给我坐着！告诉你啊，别紧张，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现在你也是杀人犯了啊！咱们俩谁都回不去了，回去以后都没好果子吃。你看这样好不好？在一起一辈子，永远不分开。哎，我这有钱，你看这钱，你一半，我一半，好不好？啊？我的贱，不知好歹。没想到他那个破旅行袋里装了那么多钱，肯定是抢劫银行的赃款。这么多钱，还不如我们分了。什么？分了？哎，这种来路不明的赃款不要也罢，没再让你开船啊？依我看啊，他已经疯了。
这船也不开了。就算他不想杀我们，我们也必死无疑了。妙妙，妈妈对不起你啊。除非我们杀了他。你们俩想啊，我们只要杀了他，他死了，就可以把卫星定位仪打开，到时候就有人能找到我们了。但杀人是违法的呀！哎，这你不用担心，杀他那叫正当防卫。只要你们俩按我说的做，我保证你们没事儿。别紧张，你想啊，妙妙现在已经失去父亲了，如果你死了，她连母亲都没了，你总不希望妙妙成为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吧？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放心，只要按我说的做，我保证带你们回去，我保证能让你跟妙妙团聚。我不想杀人。你不想杀他，他就想杀我们。现在不动手，到时候他要杀你，你别说我不救你啊！为什么？为什么非得杀人啊？为什么？为了活。我都没想拿的那笔钱。从现在开始呢，咱们就是一条省上的蚂蚱。所以，如果证据销毁的不彻底，被警察抓着小辫子，就会找我们麻烦。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这个吗？坏了！妈呀！后来我们只能等待救援。在那个时候，郑多就提出要编造一个很完美的口供。他说，虽然我们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是王贵的赃款不见了，即便是我们说扔到海里，警察也未必相信，还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说需要编造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故事。后来你们编造了什么样的故事？说的具体一点。首先不能说出王贵的身份，因为一说警察就会联想到赃款，就会大查特查，反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就越发的说不清楚了。要找一个替罪羊，让他承担杀死王贵的主要责任。郑多说，如果这样说，警方一定怀疑，为什么是我们3个偏偏活了下来？我们3个的口供是否又那么可信？警方就会大查特查，反而会发现我们是在说谎。还不如就说是我们中的一个人杀死了王贵，我们的口供又对得上，警方找到了凶手，就会以为案件得以侦破，就不会再怀疑了。那你们让谁来顶罪呢？齐文静。为什么？郑德说，反正你也杀了人，多一个不多。而且，你顶下罪来，一来我们可以帮助你隐瞒你杀死你丈夫刘凯的事实，那是要判死刑的；二来呢，我们可以帮你照顾妙妙。最重要的是，你顶下罪来，也属情有可原，判不了几年就出来了，以后还能和女儿过上好日子。被告人秦文静，你答应了吗？我答应了。可郑多又说，光一个女人，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警察也会怀疑，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协同秦文静杀的，一个人按头，一个人按脚，反正刀又不是我们捅的，罪就不会太重。然后郑多又编排出一套更完整的故事，把刘凯说成发疯，也是为了帮秦文静隐瞒杀死刘凯的事实。被告人林宇，你一开始是答应了的，是吗？那今天为什么又把这些都说出来了呢？因为我害怕，我总是梦见王贵，他的脸，他的眼睛，一直瞪着我。再后来呢？再后来，没有海事电话和卫星定位，我们不能求救。柴油早烧完了，我们就随波逐流。几天后，我们飘到一个小岛上。这岛上看起来应该有淡水，分头找。又过了7、8天，从竹子岛上带的淡水也喝完了，我们也没有飘到其他小岛上。
根据林宇的新口供啊，我们3中队的弟兄果然在竹子岛找到了手机，而里面的内容确实跟林宇所说的一致。行啊，这林宇这小子也挺聪明的啊，还知道用手机把王贵平被杀的全过程都录下来，这也就算铁证了，他们谁都跑不了。所以我们掌握了关键证据，其他事就好办了。哎，老秦啊，老秦，哎，刚才吴书记那态度啊，招商局的这1个副局2个正处，这回的瓜招看来是吃定了。是啊，你说借着出国考察呢，净瞎逛，而且啊，叫相关的企业把这些费用啊都给报了。你说吴书记不抓这些典型抓谁？该顶风作案。哎，对了，那个渔船案啊，我们把相关的资料已经递交给检察院了。你觉得检察院这回会以什么样的罪名起诉？这你又给我出难题了。人家检察院能独立行使国家的检察权，哪能让我们法院去指点啊？行了啊，当我没问。你呀，真是个老狐狸。行了啊，开车慢点啊。行，好，走了。哎。90秒啊，薛，这也太快了吧！薛，你可以去参加最强大脑了。90秒不算快，练这个呢，的确是可以练大脑，啊，也能练注意力。别看这小小的魔方啊，其实里边啊，藏着我很多思念呢。听曲院这意思，是有一思念的故事。您跟我说说呗。呵呵，没想到你还挺八卦啊！以后再说。一会儿啊，去的路上你好好看一看，重点的我都画了标注，啊。这是检察院送来的补充材料，其中有一项关键的录音证据，要咱们去公安局听一下。走了。庭审那天，齐文静说。他们打算在楼梯口伏击王贵平的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郑铎忘了把照相机的拍摄提示音和控制灯关掉。郑铎逃进了船舱，不过奇怪的是，他竟然把手里的弹簧刀硬塞给了胡白手里。王贵平进来逼问，郑铎非但没有解释胡白并不是拍摄者，而且还把胡白往王贵平面前一推。现在这个手机啊都可以拍照，他为什么非要用这个胡白的照相机？他真的当时有那么慌乱吗？就把照相机这个功能啊就搞错了吗？这个事情败露的时候，他在暗处，他完全有能力啊，把这个王贵平啊给制服，对不对？那他为什么非得要掉头跑回船舱，把这个弹簧刀给了这个胡白，以致王贵平回来的时候一看胡白那个紧张的脸，他就断定了他的这个怀疑。你看这较真的劲儿，先别聊这个了，先听录音去。走。我给你们听一段2个人的微信语音对话。哪2个人？何守义和何小鱼。何小鱼是谁啊？何守义大女儿啊，在当地的旅游公司上班。这休渔的时候啊，老给他爸传递一些旅游信息，打劫旅游公司的渔船生意。这不就是窃取公司秘密，然后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吗？嗨，那都道德问题，咱管不了啊。把那段渔船案的微信语音调一下。你先听这个。怪了，小鱼，你帮我想想，他想干什么呀？爸，你事情都没说清楚啊！
这船都要开了，这人跑来硬要上船找朋友，说如果在他也去登仙岛，不在的话他就下去。我想他要是能够去多好，又能多赚500了。你就让他上船看了？让他上船看了，看到他朋友了？我也问他，他却摇头，可却不走了，痛快地交了500块钱。等船开了，我现在有点害怕了。可是最近我们公司在说，专门抓这种飞船，抓到了每个旅客罚款5000呢。可万一要不是呢？把他赶下去，我就亏大了。今天本身客人就不多。赶紧回码头，现编个理由把他请下去。万一他真是卧底咋办？回去，算了，人家不听咋办？碰运气吧，但愿老天保佑。行了，这段语音啊是从何小鱼的手机里提取到的，而且我们也在林宇和齐文娟那儿得知，最后上传的确实是郑铎。但是把这段语音啊放给他听，这小子说听不明白这俩人在说什么，他这是在敷衍。就是啊，这何守义又死了，死无对证，所以才把这段语音归到无意义的死证当中去了。咱们设想一下啊，这个郑铎上船，他一直是有目的。他上船以后，看到自己的目标，他才决定留在鹿港18号。但是这个目标呢，他不可能告诉何守义。那么我们再往下推，他这个目标是不是就是胡白？他上船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杀死胡白。只是后来啊，有了王贵平劫船，才出现了很多节外生枝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大胆的推测一下，郑铎其实是一个雇佣杀手，是受了别人之托，要杀死胡白，于是跟胡白一起上了船，想在船上动手。咱就说他是一个杀手，这么一个杀手，他制服不了王贵平。王贵平能是他的威胁吗？杀了一个王贵平这样碍手碍眼的人，留下2个可以操控的人，同时呢，他又可以得到一笔财产。启源，你这么一说，听得我头皮有点发麻呀，毛骨悚然。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证据啊！证据，再听听，再放一遍。哟，谢啊，你找我。检察院刚刚送来的书面通知，郑铎的父亲提出，被告人从小有精神疾病，要求做司法鉴定。有精神疾病，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做无罪辩护了。这么镇定、这么冷静的一个人，他要有什么精神病的话，那等于拿了一张免罪的杀人执照。照道理来说，医生他是可以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描述，还有推断，供给法官作为参考，但是没有办法替代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裁判的最后结论。马德聪啊，可以做功课。老牛，根据现有的起诉材料，咱们调整新的思路。你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审判长，辩护人申请出示一份精神鉴定意见书，以证明被告人郑铎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他在造成王贵平胸口最后一刀致命伤时正好犯病，依法被告人应当免除刑事责任。审判长，公诉方此前一直不知道郑铎有精神病史，郑铎的养父提出了此项申请，所以公诉方按照所有的规定，依法监督了精神司法鉴定的全过程。审判长，辩护人还想请求传唤董兴，他是蕲州精神司法鉴定中心的办公室主任，也是这次鉴定意见书的主要负责人，他可以证明这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可信性。同意。审判长，这份报告你们也看过了。我的当事人郑铎
从小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3岁那年，他的父母因为一次误食农药而去世。更不幸的是，年幼的他被狠心的叔叔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辗转又将他卖给一个官夫，这官夫就是他现在的养父。辩护人啊，注意简明扼要。好的，审判长。请问鉴定人，这样的经历会不会对我的当事人日后的人格成长形成影响？我只能说有可能。后来，他的养父对他常年毒打，从3岁一直打到了18岁，这样的经历会对他造成影响吗？这要看个体，因为每个个体是有差异的。我只能说，被告人童年的经历对他的心理和他的人格的形成，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好，说得好。我的当事人在长期的虐待当中患上了精神病，但不是永久性的，只是间歇性的。只要受到一定的外部刺激就会并发，在并发时完全失去自我意识，成为一个无行为能力的人，是吗？是的。根据我们对郑铎的童年和青春期他的经历进行分析他有可能患上精神病。是确定患上，还是可能会患上精神病？我刚才说的是诱因。前几天，我们对被告人进行了全面的精神病学的鉴定，通过采取各种的测量工具得成的数据来看，专家组一直认为，他的确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就可以触发被告人的间歇性精神病？我们根据对被告人的童年经历进行分析，被告人在童年的时候，他的养父经常当着他的面杀死一些小动物，以此来恐吓他，并且用小动物的血抹在他的脸上，涂在他的身上。久而久之，他会对血产生恐惧，这种恐惧就是一种外在的刺激，作为触发条件，诱使被告人发病。一旦发作，他会对任何流着血、沾着血的东西进行攻击，以此来平复他的恐惧感。好，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渔船案最后一刻的案发经过。王贵平受伤后躺在了甲板上，血从他的身体下慢慢的渗出。就在这一刻，我的当事人看到了地上的血，在那一瞬间，他受到了刺激。最终，他的间歇性精神病被诱发，失去了自制力，一刀捅向王贵平，是不是？根据鉴定，可以这样认定。合议庭，我的当事人郑铎确系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且他在杀死王贵平时正处于犯病状态。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公诉人需要提问。公诉人开始。既然看到血就要杀人，那么在本案中，当王贵平杀死胡白、杀死何守义时，被告人也见到了大量的血，那个时候他没有发作，而当被害人王贵平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就发作了，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它不是固定的，它具有随机性的。也就是说，当被告人郑铎捅王贵平最后一下时，他的病有可能被触发，也有可能没有被触发，是不是？是不是？专家组鉴定，他的确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请听清楚公诉人的提问，我是问，当被告人郑铎杀人时，他到底有没有发病？通过催眠模拟的手段还原案发的现场的场景，我认为就是发病状态。只是你认为？难道这只是你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你的鉴定结论？这就是我的鉴定结论。好，
在鉴定组专家内是否存在反对意见？有。陈班长，这份精神鉴定报告只能够确切地证实被告人郑铎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但在案发时是否处于发病状态的证明力尚存有疑点，所以公诉人有理由提出对被告人郑铎进行2次精神鉴定的申请。什么意思呀？公诉人提出要2次鉴定。哎，陈叔啊，你到底是搞得定还是搞不定啊？啊？你给我听着，别坏了我的大事儿。按照刑法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司法解释，如果可以证明他在作案的时候发病了，的确就可以免除他的刑事责任，对吧？关键还在于认定。虽然有专业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以及专家证人出庭支持，但合议庭还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采信的权利呢，在法院。哎，你们注意到没有？公诉人最后的疑问很有力量。不对，这个鉴定书有问题。他的意见栏里面写到的自知力无，是指被告人在面对血迹时引发的这个状态，但是并没有鉴定出被告人在案发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削弱到什么程度。所以以这个结果来判断，被告人在案发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完全丧失，太片面了。齐渊，你有听？刚才来的路上有人给我塞了一封信，让我交给你。交给我。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出于职业道德和医师精神，我必须站出来举报，此次精神鉴定小组存在违规现象，请求法院不予采信，进行再次鉴定。因我始终不能忘记希波克拉底宣言，我应尽我所能为病人谋利益，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劣行。我的双手应该用来救人，以彰显神赐之医术的无上光荣。我为一切用医生之双手犯下罪恶的同行深切忏悔。董医生，该下班了。加号的都进来吧，能看一个是一个。好，好，好。郑铎，精神鉴定的方法复杂多样，而且是根据不同的个体针对性的进行。刚刚2位专家给你做了国际通用的量表测试和面谈。你小时候受过虐待的遭遇，的确是令人很心痛。这些过往的经历给你的心理造成了很多的阴影。我个人还想对你进行一次催眠的治疗网络，以便更好地获得你当时的心理发展状况。你只要完全放松，配合我就行。当然了，我们本着的是自愿的原则。自愿？那我可不可以不做呀？你是不敢吗？我有什么不敢的？那我们开始吧。老师，你是不是要整一个怀表，然后在我面前晃呀晃呀晃啊？那玩意儿对我没用。根据这份鉴定书，你们鉴定小组是不是可以做出结论？郑铎并没有患间歇性精神病。
是的。请简单的陈述一下你的理由。专家组采用了国际通行的精神鉴定方法，可以确定，被告人在小的时候的确遭受过养父的虐待。我们还了解到，在他15岁以后，就有了明显的反抗意识和心理阻抗模式，甚至曾经为此和养父大打出手。这足以证明，他对养父的这种行为有着清晰的是非观和憎恶感。通过对测量结果的分析，专家组给出的结论是，他的精神结构并未偏离常态。另外，被告人无法提供既往的发病证明，对以往发病的情形无任何清晰具体的佐证。当本案的被告人郑铎看到本案的被害人王桂平突然流血的时候，是否会突然之间的发病，并且无意识的将其杀死？就专家组的结论来看，只能是否。本庭清楚了。现在听取公诉方的意见。被告人杀死被害人是主观的、有意识的、故意而为之的，还是非主观的、无意识的、非故意而为之的？请明确回答。专家组的结论是，他杀人的行为是主观的、有意识的、故意而为之的。审判长，公主人提问完毕。辩护人需要询问吗？不需要，审判长。但辩护人提醒合议庭注意，第一份鉴定意见书依程序进行，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请法庭考虑。两份报告的结果不一样，应该采信哪一份的去？这就要看合议庭怎么议了啊。祈愿的意思是说，案件审理的结论应该由合议庭作出，其他任何人无权干涉。虽然原则上是这么说，但实际上干涉的人多了去了。哎，那些人啊，都是不合理合法的，合议庭是合理合法的，所以啊，要尽职尽责。没错。那合议庭的同事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正式的评议，并作出最后的结论。合议庭经过充分讨论，综合本案事实及证言、证物、证据所形成的完整证据链，一致认定被告人郑铎间歇性精神病与案发时的情况不相符合，裁定被告人郑铎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结论不予采信。本案事实审理和质证过程全部结束，将择日进行宣判。休庭。这是我们立案厅今天拍的。这个是渔船案的家属吧？对，你看啊，这个是何守义的妻子，这个是他女儿，那个是胡白的妻子，边上是媒体人。哎，我跟你说邪了啊，今天这媒体人来特别多，好家伙，得有15、16个了。这个是？这就是刘凯的母亲呢。家属的心情啊，我都能理解啊。关键是你们和院办的同志都辛苦了。辛苦是应该的，但是我就希望咱们合议庭赶紧判，该杀的杀，该关的关。尤其是那个戚文静，太残忍了，我就觉得必须给他判死刑，才能给老太太一点点安慰。你也觉得应该判他死刑？案情我是不了解，但是你看视频里头那祖孙俩，太可怜了。哎，你这2天有没有刷那个微博朋友圈啊？就是现在有几个记者，还有一个女明星。我跟你说，那女明星演那个，还演那什么来着？演那个。说重点啊，说重点，说重点。就是这一波人啊，他们去了那个郑铎养父家里头，拍了一段视频嘛。视频里呢，这郑铎的养父啊，哭得稀里哗啦的，说是特别后悔从小虐待了郑铎，还说郑铎这个人从小正义感十足啊，那绝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不可能故意杀人，那必须是救人，得是英雄。还有这波人，我跟你说也不嫌事儿大，我跟你说啊，他养父家里的情况是不太好，他们就把这家徒四壁情况发网上去了，然后极力的渲染，说如果法院给郑铎重判了，那这留下一个瞎眼的养父怎么办？
养父说着说话要去撞墙，说是要给郑铎赎罪。哎，这个媒体啊都不知道真相，但是这个承办法官呢，我想啊，他自己心里边会有一杆秤。是，这个咱们是明白，但是我跟你说，老百姓的情绪是特别容易给煽动起来的。你不信，你到那个下方评论区你去看一看，好家伙嘛，现在炸翻了天了。还有一个导演说要把郑铎这件事儿拍成电影，你说好笑不好笑啊？秦文静在杀死王贵平上属于共同犯罪，按情节应该定为故意伤害罪的帮助犯罪。齐文静想推刘凯下船，见其没有落海。老婆，你知道我是爱你，老婆。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害死刘凯，就算其中有可以终止犯罪的机会，都全然不顾，痛下杀手。这属于含有主观恶意的故意杀人罪，依法予以严判。我认为判处他死刑是合情合理的，同时也给被害人家属一个可过得起的交代。停！上午还在说慎用死刑，尊重生命，下午说变就变了，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嘛，是吧？谁双重标准？怎么就不是双重标准呢？我这是就事论事。哎，张远，老牛，大家争论的很激烈啊。杨远，我说一下齐文静的情况。这个齐文静呢，杀死这个刘凯啊，他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刘凯啊，长期的对齐文静，肉体和精神上进行暴力，这一点呢是有证可查的。可是大家想一想啊，人活着是要有希望的。如果要是前面是看不到头的恐惧，人活着是没有勇气的。在这个时候呢，齐文静在船上好像看到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啊，可以让他摆脱痛苦，摆脱恐惧。于是他就选择了，但是他错了，他选择了一个毁掉他一生的一个选择，他杀了刘凯。我想问一问，他的这种情况，不符合法律当中所规定的减轻的这个标准吗？难道非得让一个孩子，一个7岁的孩子背负一生没有父母的痛苦吗？菊儿，你这个才是双重标准。郑铎救人你不考虑啊？齐文静，你反倒要仔细考虑起来了。你说的对，啊，不应该有双重标准，应该统一标准。每一个案子，每一个人都要做出最符合事实的审判。如果我们有些人为了其他的目的，不管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还是经济建设，或者是他人的仕途，我们来操弄法律的话，那我们就对不起我们身上穿的这个法袍，我们就没有资格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个讨论那个，用哪一条的刑法来给这个人定罪？因为最应该定罪的就是我们这些掌握法律的人。菊儿，不好意思，你说的过于激动了。就是因为他曾经被虐待过，就可以杀人了吗？不错，问题是齐文静在刘凯生命危机的关头，不是过失啊，是主观故意将他弄下大海的。故意杀人的情节非常清楚，而且还有相关人员作证。后来他又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啊，跟另外2位被告共同编造了自行跳海的谎言。请问这一切有符合从轻判处的条件吗？卓婷，我说的是酌情轻判的基础，它有这个可能。既然这样，看法尖锐对立，
无法统一，还是投票表决吧。我同意。我建议判齐文静死刑，但缓期2年执行。8票，差1票。同意判处齐文静死刑的，等等。我同意判处齐文静死刑，缓期2年执行。9票，9票，死缓，通过。全体起立。现判决如下：合议庭经过充分讨论后，一致认为，被告人齐文静杀死王贵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杀死刘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被告人李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被告人郑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齐远，啊？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郑铎他装病就只判了6年，而齐文静他那么可怜却要判他死刑？为什么？郑铎这个事情啊，既成事实，我们尽力了，无法改变。齐文静呢，的确是罪不至死，但是审委会啊，有一些人的想法很难改变，也许只有死缓，才能说服其中的一个人改变他的投票。可是虽然判了他缓刑，可是也是对他的一种宣判，就等于说告诉世人他罪大恶极，你让他以后如何面对自己的女儿？难道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吗？马拉松，只要人活着，就会有希望。这个法律又不是给齐文静一个人定的，又不是只判他一个人的死刑，你为什么不想法律救了他呢？现在给他判了一个死缓，没准啊，他可以通过这个死缓，变成无期徒刑，也可以变成20年。如果你今天纠结，那没准最后的结果就是必死无疑。如果不能白纸黑字按律执行，宣判的结果都是要靠人投票的话，那我们辛辛苦苦，我们学了4、5年才考过的司考有什么意义？我们那么辛苦背的那些法条又有什么意义？马拉松，你不能以偏概全。你问刚才说的，法律还有公平公正吗？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法律，也没有完美的审判。那任何对事实真相的审查，都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重新理解，所以它不可能没有偏差。如果我们要能做成这样，就已经不枉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了。齐远，好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想不通，想不通，你慢慢想，我相信你会想得通。